Hello，大家好。前段时间，尽管很多专家一直在呼吁央行应该对房产市场进行干预，但央行只是勉强承认房地产市场存在过热状态。就在昨天，加拿大央行的鹰派作风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央行昨天宣布，由于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他们将把政府债券购买的规模缩减1/4，每周购买债券的规模从目前的40亿加元缩减至30亿加元。并且把可能加息的时间表大大提前。加拿大央行在正常化进程方面比美联储更为激进，这种乐观的态度遭到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其他国家央行的抵制。投资者的反应推动加元创下了6月份以来的最大涨幅。昨天，加拿大央行重申，在经济完全复苏、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之前，不会上调目前0.25%的基准利率。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预计，加息很可能在2022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发生。央行还强调了他们的承诺，那就是在经济完全复苏之前不会加息。未来的任何加息都会反映当时的经济状况。很多专家认为，加拿大明年这个时候加息的可能性约为50%，未来2年可能会有3次加息，未来3年可能会有5次加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买房的朋友优先选择固定利率，不然很可能面临利率不断上升的风险。与加拿大央行相比，美联储的态度是，除非在就业和通胀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不会开始缩减每月120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计划。彭博社在美联储3月会议前对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一情况在2022年之前可能不会发生。加拿大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还显示，有限的住房库存正在刺激全国房价强劲增长，但他们预计近期的政策将有助于市场走向平缓。央行行长蒂夫再次警告说，随着加拿大人拼命追赶不断上涨的房价，不断增加的债务令人担忧，购房者不应该指望房价继续以目前超长的速度上涨。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卡维奇认为，央行表示会提前加息，这很可能会改变房产市场投机活动的趋势。就在2周前，罗伯特·卡维奇还在报告中批评加拿大央行，说加拿大房产市场正在从一个炙手可热的市场转变为一个摧毁经济的市场，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加拿大央行长期低利率的承诺。这一承诺引发了恐慌性购房狂潮。加拿大皇家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霍格却不那么认为。他认为近期利率的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微乎其微，以后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在之前锁定利率，随着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可能会推动房产交易活动增加。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表示，随着住宅建设回升以及需求放缓，房地产活动应该会逐步放缓。最近，蒙特利尔银行的民调显示，47%的首次购房者将目光转向了郊区，超过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考虑小城市，而只有30%的潜在买家表示他们考虑的是蒙特利尔、温哥华或多伦多等大城市的市中心。这些有兴趣在大城市买房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理由是为了工作距离近，或者是不想离开目前居住的地区。之所以大家都想买郊区和小城市的房子，主要的原因是房价更容易负担得起，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居家办公了。这个调查中有61%的人说他们想要买一套独立住宅，32%的人说他们想要买一套联排别墅，只有28%的人说他们想要买一套半独立住宅或者是一套共管公寓。另外，加拿大房产市场低库存的情况可能正在改变。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3月份新房源的增长快于销售量的增长，新上市房源数量上个月创下最高纪录，3月份共有86212个房源，比1个月前增长7.45%。最后，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目前已经推出的房产政策。如果按照对房产市场影响力排序的话，顺序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央行预期提前加息；第二，收紧抵押贷款压力测试；第三，海外买家空置税；第四，增加住房供应。从目前来看，可能只有前2项政策会有用，后面2项政策短期内基本不会发挥作用。房价持续飙升的预期会导致投机行为暴增，
在加拿大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先是金融监管机构办公室收紧抵押贷款压力测试标准，接着央行宣布提前加息预期，这显然是因为央行已经看到风险。历次房地产泡沫崩溃都跟加息和货币政策收紧有关，政策的变化可能是央行在为市场变化提前做准备。在新的抵押贷款压力测试标准生效之前，投资者可能更趋向观望市场，但市场上可能还会经历一波刚需之间的竞价战。提醒在这段时间买房的朋友一定要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